但是比起酣畅淋漓的人生，我更想要的是平平淡淡的长久生活。你啊，不用把自己逼得太紧，放松一点，做自己。但是我没有时间了。为什么？我要赚钱养家。我爸去世了，我妈退休了，家里赚钱的人只有我。我妈养老金还有家里贷款，都得我考虑。小小的人儿哪能有这么多的烦恼呢？我真想有一个熨斗，下一次你再皱着眉头，我就给你熨开了。我可不想看我师妹小小年纪就像个小老太太一样。那我得先谢谢师兄了，这样的话我还省了一笔面膜钱呢。哎，医药代表很挣钱，你要不要考虑到公司？算了，国内那么卷，我可卷不动。你要记得，师兄一直在你背后，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。谢谢师兄。你啊，一直都有你自己的节拍，就像刚才演奏一样。我也只能是尽量的跟上你的节奏点。师兄，保持好自己的节拍，千万不要因为我改变了。希望我的师兄以后能够成为中国最大的医药公司总裁。就算不当医生了，一样也可以上华人医大的荣誉校友榜，对不对？接个电话。喂。妈，你先别急，在哪个医院？华人？没事，我在路上了。你好，去华人医院。顾老师好。校长，你知道接下来咱们课谁值纪念分吗？贺晓光教授带着温冉啊！你咋那么兴奋啊？你猜猜的，谁来了？别卖关子，你快点说。当年举报贺老师和温冉的那个女学生苏维安呢？真的？我真是冤家路窄了。今天晚上这纪念课可热闹。哈哈。你说谁？苏维安？啊，今天他家亲戚来咱们急诊科了，是贺老师和温冉是吧？不对，键反射也不会这样抗进，现在应该先做鉴别诊断，排除更严重的疾病。患者家属说了，平时也会有这个状态，可以自行缓解呀。这肯定就是舞蹈症的症状波动啊。这很有可能是新发疾病症状。你欺负谁不懂医学呢？你懂是吧？你是医生，我是医生啊。你刚学了几天皮毛啊，就来卖弄啊？维安，你的心情我们特别能理解，但你毕竟不是医生，要相信医生的判断。医生都说了没什么大事儿，哪有人盼着自己的亲人病情严重的呀？我不过是学了几天皮毛，那我也知道现在应该做鉴别诊断。你看了几眼就让患者回家观察，有你这么做医生的吗？以你这样不负责任的态度，我很难相信你的医的医术。我要见今天的3线。你见3线，你是谁呀？你说见就见呀！再说你少拿3线压我。贺晓光，今天我姑姑要是有任何事，我一定会告你，告到你再也当不了医生。我治不了别人，还治不了你了。保安，保安，要不你就先听医生的，观察一下。不然这样，我先打个电话，你别急了。妈，姑姑现在情况很危急。这个小姑娘，哎，你们干嘛？我请求见。你们干嘛呢？先生，你不要拦着。怎么了？别动手，别动手。没什么事儿，这儿有个医闹，忙你的吧，顾医生，我这值班，我来负责啊。
贺医生，我是问你患者怎么了？患者主诉四肢发僵，鉴于他有这个高血压和这个亨廷顿舞蹈症的这个病史。你说什么？亨廷顿舞蹈症？对。患者巴氏症阳性，立刻给患者安排头部 CT。快！头部 CT 可看不出舞蹈症啊。但 CT 可以看出脑出血。顾医生，你不会是怀疑我误诊了吧？患者神情语厉，面部对称，四肢肌力无明显异常，就算是巴氏症阳性，但是亨廷顿舞蹈症本身也可能出现病理性阳性啊，这就是典型的舞蹈症的症状波动啊，还浪费什么时间呀？反而这些患者家属刁蛮无理，在那儿闹事儿。如果你这个头部 CT 出来没有问题，那他们是不是还得告我们过度医疗？贺医生，亨廷顿舞蹈症的体征具体都有哪些？舞蹈动作不是顾医生啊，亨廷顿舞蹈症是个罕见病，我们平时这样的病人是见的少之又少。再说我的主攻方向也不是这样，你现在当众问我这个细节问题，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贺医生，你连亨廷顿舞蹈症的具体体征都说不清楚，你怎么能断定患者出现的僵硬状态就是亨廷顿舞蹈症造成的？这个时候难道不应该先排除更严重的病症吗？患者出现这种状态多久了？3个多小时了。患者之前出现这种情况，一般多久自行缓解？大概半个小时之内。对。护士长，我这就去 CT 室查看患者结果，随时做好手术准备。要手术了，小心，裴医生。没事儿，回来，我会一直陪着他，一直等到你姑姑没事。谢谢师兄。动脉瘤浆。患者是苏维安的什么亲戚？听维安妈妈说是姑姑，亲姑姑吗？应该是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哎呀，维安啊，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出来啊？啊，你要不要问问？妈，顾云真是省外最好的医生，相信他，放心吧。来了。哎呦，医生，手术很成功，但是现在还不能判定这次出血究竟给患者造成了多大的损害。术后，患者有可能会完全恢复，但也有可能会造成部分功能的损害。
还需要住院进行进一步的观察。那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啊？这个不好说，得看患者自身的情况。我们会先将患者送往 ICU， 等病情稳定之后，再转入普通病房。这次出血是什么原因引起的？患者血管动脉瘤破裂。动脉瘤。不过你们放心，术中我们已经对责任动脉瘤进行了加病，目前患者没有生命危险。但是我姑姑参加药物试验之前做过 MRA 的，当时血管一切正常，怎么会动脉瘤呢？对呀。什么药物试验 ？HDQ39，一种专门治疗亨廷顿舞蹈症的特效药。是我们杰辉和上河医院温宇良教授团队合作的研究项目。这属于药物试验当中出现的不良事件。我会和温教授进行沟通，并和他商议患者之后的用药。好，顾医生，那以后还有好多事儿都要拜托您了。不客气。妈，不早了，让医生回去休息吧。好，你们也回去。那我们先去忙了。哎。阿姨、菲安，我司机在楼下，送你们回去吧。不用了，你们打车就好。是啊，小杜，我们都不好意思再麻烦你了。你看，都陪我们等了这么久了。这么晚打车，路途又远，我也不放心。咱们别客气了吧？再客气下去，天都要亮了。行，那就谢谢了啊。走吧。走吧。那谢谢师兄了。走。小杜啊，刚才那个顾医生，你们认识吗？熟不熟？哦，认识，但也只是认识。阿姨有什么事吗？这不阿元做手术住院了吗？哎呀，中国有个熟悉的医生，是不是更好一点？阿姨，那家医院的院长是我父亲，除了刚才的顾医生，其他省外的领导我也都认识。您如果有什么需要打招呼的地方，您尽管吩咐。哎呦，那太好了。妈，顾医生对待病人非常认真负责，就算不打招呼，他也会做好一个医生该做的。哦，你们认识啊？他们是在顾医生是华人的老师，他的医术和为人在我们学校很出名的，就别担心了。好，那就好。患者主诉四肢发僵，鉴于他有这个高血压和这个亨廷顿舞蹈症的这个病史，患者是苏维安的什么亲戚？听维安妈妈说，是姑姑，亲姑姑吗？应该是。怎么了？亨廷顿舞蹈症。顾医生早。我是李婉彤，你想干什么呀？你说我想干嘛？据说
送男人领带就能套牢男人的心。这个品牌适合卓尔不群的你。哎，苏小姐，好久不见！我给顾医生选一条领带，好看吗？好看。哦，你要进来吗？不用了。哎，顾云峥，你在我面前做了这么 man 的事情，只会让我对你越来越痴迷。我跟李婉彤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不用跟我解释的，我不在意。你骗人！你现在为什么不敢看我的眼睛？苏维安，你知不知道，你的眼神，还有你的表情，会出卖你。我可不可以请你帮个忙？可不可以请你在我妈面前装作不认识我？我不想让她知道我在拉卡亚的一切。是拉卡亚的一切，还是我们之间的一切？你是不想让你妈知道，还是怕杜云城误会？怕他们知道你替我挨过一关，怕他们知道我们一起看过《暗夜彩虹》，还是怕他们知道我们一起看过《星星》？我们在拉凯亚一起经历过的事情这么多，你最担心他们知道哪件事情啊？都不想。顾医生，再纠缠过去就没意思了。干什么呢？这里是医院。幸好是医院，如果不是医院，你是不是又要跑了？苏维安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别想再跑了。你与其想要怎么离开我，你不如好好想想怎么坦白。你为什么不告而别？我没什么可坦白的。你在骗我。就是为了杜云城，不行吗？师兄，你怎么来了？买饭回来了，多亏小杜了，他在这儿帮我盯着姑姑的这些事儿，我好多事都不懂，幸亏他在这儿了，你快帮我谢谢他啊！谢谢你啊，师兄。咱俩别客气。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来来来，快坐下。来坐。穿少了。没事儿。还记得啊？你这随时都装着糖啊！维安低血糖，认识他之后，我就习惯性在身上带一块大白兔。心可真够细的啊！啊！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啊？这话不应该是我问你吗？公司应该很忙吧？你怎么来了？苏媛女士是 ST 哥399的施药对象，需要密切关注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啊，你能来医院，顺便还能看我，我开心还来不及呢。阿姨啊，你好，昨天太匆忙了，都没来得及跟你好好打招呼。先前是我经验不足，不知道贺医生的诊断有错误，没想到情况这么严重，实在是抱歉。啊，这是我大学同学温冉。
哦，是阿姨，我是维安大学最好的朋友，现在也是影城的女朋友。哦，你们是好朋友啊！哎呀，你可真漂亮啊，气质还这么好哈！谢谢阿姨。你好，你好。维安，你之前说你远房亲戚确诊了亨廷顿舞蹈症，没想到原来是你亲姑姑呀！这可不是什么远房亲戚了，这是近亲。我记得舞蹈症是家族显性遗传，概率50%呢。维安，你是不是？当然不是了。这种事情还是要做一个基因检测才能放心。你做过了吗，维安？做过了，我是阴性的，没有致病基因。你在哪里做的？现在外面很多机构都是骗钱的，要不你把报告给我，我帮你看一下。不用了，谢谢你的好意。你是在我们华人医院做的吗？现在都有电子档案，我可以帮你翻出来看一看。不用。查过了没事就好，不用这么咄咄逼人。这怎么是咄咄逼人呢？维安可是我大学最好的朋友，我这不是担心他吗？阿姨，我们华人医院做基因检测可是最权威的，这万一在外面小医院做的结果不准确呢，还是要看一下报告才能放心。你说是不是，阿姨？是，维安啊，要不有空再做一个啊？小冉，你吃过早饭吗？没有呢。陪我去买杯咖啡吧。好呀，我先走啦。你这个师兄的女朋友都跟你说过了，不要乱点鸳鸯谱。他还跟你是好朋友呢，啊，这也太天真了吧！哎呀，被那个医术不精的贺医生随随便便就带到沟里去了。你才是真天真。嗯。方明凡，其实你的知识储备已经没有问题了。看这么多视频，不动手等于白搭。哎呀，小老板，磨刀不误砍柴工嘛。我都给江江说了，答应他了。我去找李医生做心理辅导。这个月之内，走出心理阴影。1个月？嗯，这算是立下军令状了。说1个月就1个月，你相信我吧，小老板。行，再相信你一次。小老板，你现在在办公室干嘛？我下午的班儿，我不在办公室，我在哪儿？苏维安一大家子人都在医院啊，这可是你表现的大好时机啊！唉，我听说这2天，结辉的某个人天天往这跑，一大早就屁颠的跑过去。小老板，这你可落后了。某人是谁呀？就是以前也不来咱们医院看温医生的那个人啊。最近倒是很积极。你也挺积极的，怪不得来这么早。怎么，我在你心目中就是这种不务正业的人吗？没有，我们小老板是最敬业的人。我就不信你真的坐得住。5、4、3、2。算你开窍了。那回去休息一会儿吧。那
阿珍晚上有什么事儿呢？我在呢，我守着姑姑。行，那我回去收拾收拾她住院的东西啊。小孙子，谢谢你了。客气了，阿姨。注意安全啊！好，我先走了啊。喂，医院附近有一家5星级酒店，和我们公司签了合作协议，要不我让林柱安排你去那儿入住吧？不用了，你就在这待着，万一有什么事儿呢？这儿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我让林柱来，有什么事儿通知你，离得也近。我有间公寓，离医院很近。这2天我住医院，你去我那儿住吧。不用，我在这儿休息就好。在这儿休息？走廊吗？那怎么行呢？医院有明文规定，走廊不能睡人。你睡在这儿，不仅自己休息不好，还会影响其他的患者和家属。还是住酒店吧，晚上能舒服一点。我家小区安静，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人，有孩子住更安全一些。真的不用了，让我安静一会儿吧。这样吧，维安，我值班的时候，你可以去2线休息室住，我睡办公室。那边有淋浴，有床位，早上你还可以用我的卡打早餐，这样照顾姑姑也会更方便一些。维安，你要是把自己的身体累垮了，谁来照顾你妈妈还有你姑姑？那谢谢你了，我去买点东西。师兄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。杜总，你在这儿这么关心维安，你女朋友知道吗？我希望你管好你自己，也管好你的女朋友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建议你可以去问问万味酒吧的老板，让他把监控给你看一看，你这样就知道维安被骚扰的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。顾医生，在这个2线休息室也能碰见你，真巧啊！没事儿。贺医生，26床的患者目前的手术指征明显不适合做微创，为什么不考虑开颅？那是患者家属坚持的。谁是患者的主治医生？贺医生，我想你应该很清楚，究竟是患者听医生的，还是医生听患者的？管好自己的事儿吧，啊！哎，喝口水吧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刚才，谢谢你帮我治走何晓光。那你怎么不谢谢我，帮你支走杜云成呢？也谢谢你。医院公共场所，孤男寡女的不要走得太近，容易被人议论。以后杜云成要是再来纠缠你，你就直接跟他说，不要给自己招惹不必要的麻烦。顾医生说的对。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恩人？刚才不是顾医生说的吗？孤男寡女在这样的公共场合容易被人议论。所以在你的心里，我跟杜云成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有什么不一样？你需要我来证明有什么不一样？顾云峥，这里是医院。
赶紧出去，我还有事情。苏维安，这是什么？一个普通的破石头。一个普通的破石头，有必要专门镶嵌吗？确实没必要。那你扔了吧。我怎么会舍得扔呢？因为这块石头，我知道你对送你这块石头的人恋恋不舍，念念不忘。你想多了，顾医生，这只不过是拉卡亚的旅游纪念品而已。拉卡亚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值得被纪念的地方。出去，我要睡觉。小凯哥哥，其实我有件事情没告诉你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小凯哥哥，其实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我男朋友他是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，他在我心里工作的样子是闪闪发光的。我就，可以的。天雅，小凯哥哥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天雅，对不起。啊？这段时间，谢谢你陪我逛街、吃饭、看电影，但其实我一直把你当做从小一起长大的小妹妹。如果让你产生什么误会的话，那我只能说抱歉了。你不是要追我啊？你知道的，我爸妈一直催着我结婚，我实在没有办法了。但是现在好了，他们已经回美国了。所以你每次约我出来，都是为了演戏给你爸妈看。其实我不喜欢你这一型的。那个，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还约了人一起健身。我先走了。我这是被耍了。方医生，这学习呢？嚯，这都看上工具书了。你说你都临床这么多年了，这怎么了？基本功忘光了？开始大学那套啊？实践？哎呀，要说这顾云峥啊，找你当医助，真是有勇气。我就想，没准哪天他这手术台零死亡率会在你手上了呢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不用你管，我自己会克服这些问题。小芳啊，你看这个努力都会有结果，但它不一定是成果呀。所以听哥一句劝啊，如果觉得实在不行，那别硬撑着，干脆放弃得了。不能放弃。青青，
我觉得方医生以后必定大有作为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儿，并且每天都在想解决方案，不像有些医生，除了嫉妒别人的实力，一遇到点困难只会放弃。多去看看名人传记吧，有多少人出道即巅峰，最后一无是处，又有多少人晚年才发力？方医生一定是后者。这位医生，希望你不要是前者。这你朋友啊，小姑娘嘴真厉害。别管他，谢谢你，佳佳。以后谁要是再敢打击你积极性，我江敏就把他怼得满地找牙。好，你继续吧。晴晴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你说呢？哎，怎么了？里面太闷了，去外面吃。去外面吃？你确定？确定。来，多吃点。早知道在外面吃会被当作国宝围观，还不如在里面吃呢。好好吃你的饭，不用管他们。你不理他们，他们自己就散了。我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吗？你吃饭的样子，还是一点都没变。习惯一旦养成了，是很难改变的。即便你再怎么伪装，也是没有用的。怎么吃了饭还被人点评啊？我吃饱了。哎，好好好，我不说了。你照顾病人辛苦，多吃一点。苏维安，你到底为什么？你再这么多问题，我就又吃饱了。好，我不问了。我不会逼你，但是如果哪一天你想主动说，我随时恭候。他怎么知道我在哪儿？居然跟踪我！云婵，你难得约我出来，我们俩已经好久没有这么约会过了。我们分手吧。云婵，你在开玩笑吧？这么多年以来，我一直在说服我自己，你是我最好的选择。虽然谈不上情投意合，但起码也是开心快乐。但现在我发现，
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。我们俩不是有很多共同语言吗？云晨，如果我哪里做的不够好，你跟我说，我都可以改的。从一开始，我们就不合适。对不起。云晨，是因为苏维安，对不对？跟他没有关系。自从我们再见到苏维安开始，你就变了。既然你非要提他，好，那我问你，那天晚上在万味酒吧，那个闹事的人为什么会找到他？我怎么知道为什么？你可以不承认，但是酒吧的监控拍的是一清二楚。苏维安回来之前，我们相安无事。他一回来，你就要跟我分手，不是因为他，是因为什么？你偷看我手机了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什么时候在我手机里面装了这么一个东西啊？你跟踪我？小冉，如果我让你感觉没有安全感的话，你应该重新审视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。不是云晨，这个我可以解释。我看你平时工作太忙了，我不想烦你。那如果说我知道你在哪，我就可以来找你，这不是很方便吗？很多情侣现在都是用这种软件的。我们好聚好散吧。云城。苏维安，不相信我输给你。哎，你们发现没有？顾医生对那个12床的家属格外照顾。可不嘛，他不仅为12床亲自做手术，还和那个女孩忙上忙下的。这个家属什么来头？听说是华人医大的学妹。温大夫啊，哟，来了。可不只是一个区学妹，我俩同级。苏维安，她可是我们华人医科大学的风云人物，她的故事特别多。说来听听。当时在学校的时候，真的是当年举报贺主任的那个女学生？是啊，为了和温冉争第一数，不光举报老师，她一封信直接闹到国外杂志，颁给同班同学的奖项都深深撤回了啊！厉害角色。哎，她当初跟温冉还是好闺蜜呢。贺主任当年因此受到牵连，降了半级，所以现在还屈居于比自己年轻那么多的顾医生之下。贺主任肯定恨死他了。唉，遇上这么一学生，活该是贺主任命中一劫呀。那他不是达到目的了，怎么还退学了呢？谁知道，自己亏心，觉得待不下去了吧？谁说不是的？谢谢啊。好了，走吧。走什么走啊？你退学了？啊？你还抢了别人署名吗？我没有。哎呦，这么大的事你不跟我说？哎呀，回去再说吧。啊。早教班都准备好了吗？顾医生。阿姨，是患者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待会儿会去查房，会帮着仔细检查一下。哎，谢谢您了啊！哎，顾医生，有件事儿我想问你。我女儿她也在华人医科大学上过学，在华人医院也实习过。你们以前认识吗？你教没教过她？怎么了？是这样，刚才那2个护士说她因为学术不端被退学了。你告诉我，真有这事儿吗？说的可不就是你女儿吗？
要不您以为他为什么会退学呢？哎呀，千不该万不该啊，不该抢人文然的署名，这是原则问题啊，闯大祸了，能不退学吗？我才没有，你不要乱说。对，我女儿不是那种人，她这几年一直都在法国上学的，对吧？这位大姐呀，你确定你女儿是在法国上的大学吗？我怎么听说她这几年一直在拉卡亚呀？要不她就是善意的谎言，故意骗您的。不过好像她也不是第一次骗人了，是吧？不可能，我女儿她从来没有骗过我，对吧？啊，你告诉妈妈没骗妈妈，是不是？啊？顾医生，我女儿从小到大拼了命的要考华人医科大学，就是为了要当个好医生。你告诉我，她是个好学生，是不是？啊？没错，阿姨，苏维安，他是我印象当中最优秀、最聪明的学生。据我所知，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倒是某些人爱搞一些小动作，违背师德。你这话里有话，说谁呢？谁对号入座，我说的谁。顾医生，我谢谢你啊！啊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是不是喜欢索菲亚呀？所以才帮她。哎呀，那你这么帮温然，你是不是也看上她了呀？啊？你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这样没怎么着呢，未来丈母娘就开始护女婿了啊！你怎么说话？阿姨，不是。你什么时候你管管你们？我女儿清清白白的求学，她什么样的人品，我可以证明。你是她的论文导师，啊，署名权出了问题，那就是你的问题。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今天在这儿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但是你给我记住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从现在开始啊，你要是再敢诋毁我女儿的名誉，我就会以学生家长的身份，我要去告你，告你师德不端。你行了啊，有理不在声高啊！有什么女儿有什么样的妈，这是在医院，我不和你们一般见识。好了妈，没事啊。走吧。医院里的那些议论你也听到了，你是打算自己说呢，还是让我问啊？我退学了。那去巴黎留学呢？也是假的。你现在是长大了是吧？啊，这么大的事你都骗我？那你告诉我，这些年你去哪儿了？就干嘛去了？我觉得学医太苦了，坚持不住。我跟那些背包客一样，游山玩水，吃喝玩乐，一边找工作一边旅游，去了好多地方呢，什么普吉岛啊、南法尼斯，什么摩洛哥，都是很好玩的地方，又好玩又漂亮，比读书有意思多了。你呀，你应该早点告诉我呀。你别怪我了，行不？我怪你这个干嘛呀？你不想这么累，我也不想让你这么累。学医多苦啊，可是你自己选的，是吧？啊，你想想，从小到大你做什么，妈妈不支持你？但是退学这个事儿，它太大太丢人了，我怕你说。我有什么好失望的？我怪就怪我自己没本事，不能挣钱养活你。你喜欢游山逛水的，我应该支持你啊！世界这么大，就应该出去走一走，对吧？就是你应该告诉我，什么事都不应该瞒着我呀。哎，在你眼里，我是这么不通情达理的人吗？当然不是的。纳兰姐，
医院里那些闲言碎语，咱就别往心里去了。我怎么可能往心里去呢？刚才顾医生，那不已经当众承认你的优秀了吗？是不是？也肯定你了哈。就是顾医生这么帮衬我们，我看他也挺维护你的。你们俩是不是有点啊？没有，我们俩什么都没有。也对，就你这条件，你也配不上人家。咱脑子里能想点别的事儿。顾医生，病人怎么样啊？病人状态已经平稳，可以转去普通病房了。太好了，谢谢啊。阿姨，维安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给姑姑安排了采光还有设施最好的 VIP 房间，带您出来把她转过去。你现在就去给苏媛女士办理入住。这个太贴心了，我们家的事儿啊，你忙前忙后，操了不少心。哎，维安，你得好好谢谢人家啊！谢谢你啊，师兄。不用客气，让维安赏脸请我吃个饭就好了。一定的。我先去忙了。啊啊。哟，太好了。你看那个阿姨在翻花手，是不是要拍小视频了？你可以像我这样翻，你看我翻的多好。不许这样没礼貌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家小孩他不懂事啊。没事。你怎么来了？姑姑，来，你试试这个。你看，像这样，把它从这里穿出来，然后再穿回去，这样就固定住了。还有一只，来这只手。这只也是一样的，哎，这样手固定住就会舒服很多。你感觉合适吗？谢谢。应该的。谢谢啊。苏维安，今天如果是你，你想不想结束这一切？啊！众生皆苦，喝点甜的吧。怎么？还怕被别人看见啊？我这只是主治医生和患者家属沟通而已。
谢谢啊。我6岁之前，我姑姑一直在圣彼得堡留学。我爸说，她是唯一一个从他们县城里走出来的国家级别的小提琴家，很难想象吧？我永远记得我第一次在机场见到我姑姑的样子，她拎着琴箱出来。是人群中最闪耀的那一个，身材纤长，坚挺的比翼，贴身的西装裙，脖子长长的像一只天鹅一样。他还走到我身边，给了我一块巧克力。我害羞的躲到我爸身后，还悄悄地说我姑姑是个外国人。我还记得小的时候。只要姑姑有空，我就会黏着她，让她陪我玩，看她练琴。听上去很美好。那是那个年纪的我，可以理解和感同身受的幸福。我曾经以为，姑姑就会这么一直优雅着，直到老去。只是人生如果那么残酷，是不是不如离去？这是他的想法，还是你自己的想法？对不起啊，我心情很差，胡言乱语的。你可以答应我一件事情吗？不管将来的生活有再大的困难，你都一定不要对生活失去希望，好吗？干嘛突然这么说？出来有点久了，我回去陪姑姑了。苏维安，可你还说过不做逃兵。我也想好好的活下去。亨廷顿舞蹈症的专业文献真是少之又少。你好。哎，你好，顾医生。来，麻烦你再帮我在你们的系统里边搜索一下亨廷顿舞蹈症的论文索引，国内外最新的我全都要。好的。然后麻烦你发到我的邮箱好吗？嗯，可以。来。好的。谢谢啊。
常染色体遗传，50%的概率。这是我妈做的，让我拿给你。阿姨做的。怎么感觉你好像很不情愿呢？没有，我也想着要感谢你的。这是阿姨的心意，那你的呢？没关系，先欠着吧，等将来再找你还。你的研究方向不是胶质瘤吗？怎么在看舞蹈症的资料？我是苏源的主治医生，需要及时的更新医学界的研究成果，好针对性的制定治疗方案。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只是觉得顾医生日理万机，没必要在一个这样的不治之症上浪费时间。我先走了。温医生，还不走啊？哦，不着急，我再坐一会儿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嗯，明天见。拜拜。拜拜。苏渊，你可真行！云城这么多年，还对你念念不忘。你不必为了我，非要投资我爸的项目，他的研究会成功的。但是，你要追求经济效益，我也是能理解的。投资舞蹈症项目，并不只是为了钱。那是为了什么？维安，你之前说你远房亲戚确诊了亨廷顿舞蹈症，没想到原来是你亲姑姑呀！这可不是什么远房亲戚了，这是近亲。维安，你是不是？当然不是了，做过了，我是阴性的，没有致病基因。哎，你是在我们华人医院做的吗？我可以帮你翻出来看一看。不用。难不成？哎呀，小冉，真是让你费心了。应该的，阿姨。哎，啊，你来啦！小冉啊，给你预约了一个基因检测。他说呢，华人大医院准确率高，今天就能做啊。对啊，我带你去抽个血，很方便的。不用了，这么小的事情不麻烦你了。啊，要不今天还是测一下吧？测一下，妈不就放心了吗？啊？嗯，我有空就去做。你现在就有空啊？姑姑已经休息了，阿姨一个人在这就行了。反正你在这也没啥事儿嘛。那就测一下吧，测一下，大家心里都放心啊。对，一次检测换阿姨分放心，多划算。去吧，去吧。谢谢啊。医生，帮我朋友加急处理一下。还有，这是我朋友的牙刷，以防万一，血液和唾液2份都做一下，谢谢啊。
么随便拿我东西啊？我知道你想不到这些细节，有时候基因检测报告不准，双保险。好了，你完事了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喂，简江，帮我个忙。你好，我拿一下报告。稍等啊，我帮您看一下。嗯，好。你这个报告已经被人取走了。被人取走了？被谁取走了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累了吧，小娟？温师姐，可不嘛，这连续加了好几天夜班了，困死我了。刚好给你带了杯豆浆，还是热的。师姐也太贴心了吧！我闺蜜做了个检查，我来帮她拿一下报告。你有患者本人的委托书吗？啊，这不，外面大厅的信号又不行了，机器取不出来，只能来找你了。那台机器太老了，经常出问题。那患者本人来了吗？他姑姑不是住院吗？都忙不过来，这不着急看，让我来帮个忙。他是我大学最好的朋友。薇薇啊，我刚拿报告，他说你的报告已经被人给拿走了。对，我是第一个到的，我前面没有人啊。会不会是温冉？那他要是让兰姐看到你报告阳性，对不起啊，薇安，你别急。对，另一份报告就在我包里。好，好，我马上到，马上到。江木影，你小心点儿。这是什么？顾医生早。不是，你跑到检测中心来做什么？检查什么？检查身体啊。我最近肚子老是疼，就女生每个月那么几天，你懂的呀，顾医生。详细的我也不方便多说，你确定还要听下去吗？不用了，你注意身体。拜拜，顾医生。肚子不舒服，检查身体。为什么要做基因检测？这是什么？顾医生早。倒是。哎，顾医，你见过顾医生这么匆忙的样子吗？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小冉，我到了，你在哪儿？让我来医院干什么？伟安，你的基因检测报告出来了。小冉，是伟安的结果出来了吗？怎么样啊？伟安，你的报告是阳性，你以后该怎么办呀？温冉，妈，怎么还是？没事啊，他胡说的。为什么呀？维安的检测结果是阴性，我有报告为证。这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有2份报告呢？别
我是拿维安的身份证去取的，你看这上面清清楚楚写的是阴性，没事。对呀，阴性的嘛，阴性的嘛，是吧？看来你们害怕露馅儿，早就做了准备啊。维安，你不应该做份假的骗阿姨呀。温然，到底想干什么？维安，虽然这个结果我们都无法接受，可是我们是医学生，我们要相信科学。虽然这个病现在还无药可医，可是如果我们提前做准备，说不定可以延缓发病的。够了，温然。江梦莹，你的那份报告是从哪儿来的？我这份报告，我是拿着维安的身份证去检测中心取的呀。你呢，温然？你的这份报告呢？也是苏维安委托你去取的？不是，我没有委托过他。那就奇怪了。医院有明确规定，只有患者本人或持有患者身份证和委托书的人，才可以帮患者调取检测报告，否则就是侵犯患者的隐私，轻则记过，重则开除。温然，你该不会连这么基本的医学伦理都忘记了吧？我没有。阿姨，我听说今天检测中心他们系统全都故障了，正在检修，打印出了很多数据错误的报告，已经扔进垃圾桶了。所以，你的这份报告，该不会是捡来的吧？如果不是捡来的，难道是你串通了检测中心的同事，偷偷拿出来的？如果是这样，那就是严重违纪。按照规定，我是要向上面举报的。我捡来的。捡来的报告你也敢拿来吓唬人？温然，请你离维安远一点好吗？那也就是说，维安没事了，报告拿错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是的，阿姨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没事就好，那我先去忙了。温然，怎么了，顾医生？以后没有求证的事情，不要在医院里随便乱说。这一次只是虚惊一场，但如果下一次再闹出今天这样的闹剧，我一定会追责到底。知道了。顾医生，谢谢你啊！放心吧，阿姨，维安他没事的。张梦莹，顾医生，我问你，你手里的那份报告单，究竟是从哪儿来的？我在报告处取的呀，我拿维安身份证取的。好，那温冉那份呢？他那份又是从哪儿来的？我怎么知道？那肯定是他伪造的呗。温然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针对维安不是1天2天了。那你去取报告就取报告，为什么要骗我说去检查身体呢？我没骗你啊，顾医生，我就是去检查身体了。你不信，我给你看我的检查报告单。不是，顾医生，你不会和温冉一样盼着维安有什么病吧？那怎么可能呢？那你为什么不选择相信维安？我问你，今天早上有没有人私下来找你拿过报告？没有啊，谁都没有。
神经外科的温冉有没有来过？谁啊？我不认识。我们不可能私自给任何人检测结果的，报告只能在检测中心报告处领取。今天也没有人来找过我要报告。维安，刚顾医生来找我了，问报告的事了，但我什么都没有跟他说，我就一口咬定，我就是拿你身份证去的报告。是温冉，她嫉妒你，害了你。他那么聪明，不会相信他。但是就算他怀疑报告是假的，可是他帮你瞒住了兰姐呀，是不是就说明他根本不在乎你生不生病？他在不在乎，都跟我没有关系。维安，你这样子强撑，会不会很累？小江，舞蹈症是一个让人很绝望的病。顾云珍现在能接受，那以后呢？想象跟真实面对根本不是一回事儿。我是父系3代遗传患者，最坏的情况，可能都不用等到30岁，我就会慢慢失去记忆力，然后失去行动力，四肢不停地舞蹈，直到死亡。你别说了，维安。所以江江，与其这样，我宁愿不要开始。反正我不管别人怎么想，维安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，我都不会扔下你的。走吧。苏维安，上车。干什么？上车。不上。干什么？上车。你就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我说？没想到居然还能看到顾老师这么幼稚，在街上耍无赖的一天。我还有更幼稚、更无赖的一面，你想不想看？所以，亨廷顿舞蹈症就是你退学或不告而别的理由。苏维安，我告诉你，不管报告是真是假，我都不介意。你还要像以前那样一直躲着我吗？我想你可能误会了。我之所以离开，跟舞蹈症没有任何关系，只是因为没有感觉。没有感觉？那你之前跟我在一起，我们一起经历的那些事情，又算什么呢？是你一直在演戏吗？是啊，就是我的一时冲动。谈恋爱有什么好的？谈恋爱还要费尽心思照顾另一个人的感受，还是赚钱好。只要有钱，每一天照样可以过得很开心。所以顾老师，我不需要感情，也更加不需要无关紧要人的关心。无关紧要的人，对你来说，我是无关紧要的人。好啊，苏维安，很好。那我就把你的情况如实告诉你的家人。
让和你有关系的人去关心你。你是在威胁我吗？停车！我说停车。苏维安，苏维安，苏维安。苏维安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对不起。不管怎么说，还是要谢谢你照顾我姑姑。你能不能说点别的话呀？我不想听你说谢谢。我觉得李医生也挺好的。是啊，李医生是挺好的，但是他好，我就要跟他在一起吗？我觉得你也挺好的呀，你为什么不跟我在一起呢？强词夺理。是，李婉彤哪儿都好，家世好，学历好，长得也漂亮，样样都拿得出手。最重要的是，人家喜欢谁就直说，从来都不会藏着掖着，不像某些逃兵。那你能不能放过逃兵啊？李医生既然这么好，你们在一起，不是皆大欢喜吗？松手！他好是他的事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我跟你也没有任何关系。